好，跟大家介绍这款专门为 ROG 而制的这个58mm 的 conversion kit，就从中国淘宝买过来的。它这个是做了大概是8到9天的时间，从上海运到马来西亚。OK， 这边是秀几个不同的套件，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杠的 conversion kit。最主要我们都知道 ROG 的这个部分的这个 bayonet 会aluminium 制的，都是会漏水。压稍微大力一点，它就会漏水，而且它的 material 不是钢的。如果 online 看的话，你会知道说，很多人大力按的时候都会出水，但是还会断掉。好，所以首先你看到下面这里，我们把之前的这个 original 的那个 bayonet 拆出来。然后bayonet 拆出来，它是看材质的话，肯定不是钢制的很有可能是aluminium 的合金aluminium 的合金制造的，所以4个的那个 alloy key 拆出来我决定用回这个 ROG 本身的这个 alloy key拆开来过后，你就看它原本的这个分水网淹水分水网，所以我就把中间的这个拆开来，它是套在一起的，所以就跟它拉断就好给你们看这个部分这样基本上跟它拉断就可以了，1、2、3这样子拉。OK， 就分开了，这个分水网原本就可以收起来的，这个是我们需要的部分另外的地方有一个卡钳这个部分你看到你只要给它套下去就是了。接下来我们用烧水跟那个清洁剂洗这个套件58mm 的套件然后我们再给它放下去。好，放下去了之后，原本的 ROG 自己的 Allen这个 key 就跟它转进来。好，这边就为大家放快了，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好，在这个锁的过程，大家只要跟着我们汽车的那个打压锁的方式，交叉式的锁紧交叉式的锁紧就不会导致一边会倾斜最重要是这个 video 的这个部分的结尾，你注意听那个声音，就是它转紧的。对了，就是这个声音就是它转紧了慢慢把4个螺丝都转紧。好，这个时候要把这个白色的 O-ring 放好，这个一定要放这个不放的话，那个冲煮头会漏水。所以这个是类似E61的冲煮头，大概给它放上去，然后不用按得特别的紧，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手腕来跟它锁进来它自动会锁紧的。所以锁的时候不要放上那个盖。这边有一个 blank 的这个是 blank 的，这是拿来加热使用的。它本身是有这个粉碗来的粉碗。OK， 所以本身的粉碗是可以用今天再给大家介绍这个分的这2个头也是很方便，直接就卡上去就好了就卡上去就好了不用转还是旋转还是什么，但是整个都是钢制的，所以在预热的时候需要多做一点功夫了，好，这边我跟大家介绍这个VSD 18个 gram 的粉碗它能够很大的程度带出你的这个咖啡的风味非常专业。 VSD 的粉碗它甚至给你它的 quality spec 它的那个每个孔的那个 size， 所以你看它的边，左边是那个 original， 右边是 VSD 的，它是直的那个直身的洞口的分布也是不一样。 OK， 好，我们就套上 VSD 的粉碗会稍微比较松一点的，所以等下在敲打粉饼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敲掉。这边我也介绍这个Bomber 的那个压粉器，这一个选这一个的原因就是它的高度可以调可以调。那如果你的粉你用 VSD 你已经固定你的豆子的量还有你的那个磨粉的细度密度那你就可以调节，然后你每一次压的那个高度都是一样的
会比较consistent 一点。好，这个是冲煮头很类似E61的，我们用这个blind portafilter 来 blind 的粉碗来预热它。所以装了这个58的 conversion kit 之后，它吃水是比较多一点的。之前大概是100多左右就满了，然后补充个两次左右的。但是用了这个 conversion kit 之后，加水量会去到200多，然后会去到200多。好，预热的这个部分就加快镜头，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直接来开始冲咖啡。冲咖啡。好，为了这个58mm 的粉碗，我的 grinder 都是这个用 for 另外一个手摇的 robot， 然后这次换成58mm 的，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倒印。OK，so 从这个预热的部分，我们看不太出来就感觉还是 OK 的，只是说它从边缘开始，看到吗？时间到预热完往下压的时候，那个咖啡就往外喷了就相信那个粉饼的准备不好。粉饼准备不好，我们再继续泡第2杯，把那个粉弄稍微细一点，然后压的那个 damper 高度需要再调节，所以这边预热我们看到它就比较平均一点的。现在往下压的时候呢，时间也是比较快一点，但是还是 OK 的。总结来说，这个 ROG 58mm 的 conversion kit 解决了漏水的问题，然后51mm 不是属于咖啡standard 的这个粉碗的size， 做工上还蛮精细的所以总结来讲还是值得买的而且这个480多块的价格马币还包括运过来如果你们选择海运的话，或者是说自己有集运的话还可能更便宜。好，这个就是为大家分享的 ROG 58mm 的 conversion kit，希望大家喜欢。